大家好，你们最喜欢的猛爹将军又回来啦！那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0号，那距离我完全停用任何的秃头药物，差不多也是几乎满周年了。所以这部影片是个周年纪念日，所以今天我特别找的这个采光非常好的地方，要来跟你们分享我的喜悦。那我现在就直接给你们看啊，我现在头发的厚度，那之前的影片我的刘海对不对？看起来是，如果往左往右偏就很明显，我的 M 字秃是超级明显。那我等一下会直接掀起来给你们看。那我现在呢，先给你们看我的头顶，看过的人都知道我的头顶以前就是像狒狒的屁屁一样，是非常明显的。那我现在给你们看，看得到吗？看得到。然后我拨，到处拨，啊，上下左右，啊，疯狂乱拨，你可以疯狂乱拨。你看有多少秃头人敢这样子玩？你看。This is no joke, man. This is no fake, brothers and sisters. 这不是假的哈，不是开玩笑。那再来，我的 M 字秃现在怎么样呢？来看，哦，还是秃啊，还是有对不对？啊，就是还可以啦，啊，还可以，好那么一点。那有人说是大 M 变小 M 啊，不知道你们感觉有没有大 M 变小 M？反正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的哦，而且是停药1周年啊，就长这个样子。好，那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我的成果还 OK 还不错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今天的影片内容，也是很多人这段期间会一直来问我的。好，我这样子，我又是头皮按摩啊，又是微针啊，甚至如果是会员的话，还会发现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其他奇奇怪怪的事情嘛。到底哪一个才是重点？那我今天就会针对头皮按摩跟这个微针来跟你们详细叙述一下我的理论。那为什么我强调是我的理论呢？虽然我有医学期刊，我有去参考啊，我有去参考那些证据，但是呢，很多人还是要说，那不是实证医学，那不是实证医学，所以我就很烦了，所以我就明摆的说啊，这就是我的理论啊，我没有要跟你实证医学，你相不相信随便啊，反正我就是这样生头发的，而且我会继续持之以恒啊，我会继续踏在这条道路之上，我也不想管那么多。好，那么现在我们第一个来讲的，首先我们知道秃头啊，如果有人第一次进这个频道的话，秃头是怎么形成的？尤其是这个永久的雄性秃，这边补充一下，虽然说是雄性秃，但这个影片是男女适用的啊，大家都可以看。好，大家会说的是 DHT 啊 ，DHT 是什么？就是男性的睾固酮经过一个5α还原酶的碰出一个 DHT， 然后大家都说，你只是头皮按摩，你没有去阻断 DHT， 那你这样子不可能有用的啊，是吗？那有一个东西已经给你们开示了，就是雄性秃的基因。他是在看你的基因有什么哪方面有问题，是看那个 androgenetic receptor AR， 就是雄激素受器啊，是那个东西出问题。不信的话，你就去验血嘛，你去验血看看啊，你看看你的 DHT 浓度有没有异常啊。你去大部分的皮肤科不会帮你验血，你去一些特殊诊所，他可能会帮你验啊，但反正你验出来都正常的很，因为 DHT 很少人会异常，大部分的人都非常正常，所以那个问题就不出在那里了。然后再来啊 ，androgenetic receptor 会造成什么？它会把它转化成 TGF-beta1。好，这个东西我们以前提过，那我这边再补充一次啊 ，TGF-beta1 才会造成头皮的纤维化。啊，你说 DHT 是造成茫然秃头的元凶，那我就告诉你了，是吗？是 TGF-beta1 才是元凶啊。那 DHT 跟你头上的那种雄激素受器啊，可以叫做 AR androgenetic receptor， 两个相结合之后，没有错，会诱发出 TGF-beta1， 但它不是唯一路径啊。所以你看啊，很多人不是吃药，你自己那种有加秃头群组的啊，还是喜欢逛论坛的，你自己去看啊，一堆人就是吃着就是怎么样，吃到50岁，吃到60岁，然后撑不住了啊，最后就去植发。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掉的少一点啊，以后还有机会挽救，大概都是这条路。因为还有别的东西可以诱发它，不是只有雄激素这个东西啊。那有什么东西会造成 TGF-beta1？ 非常显而易见，就是这个 mechanical stress 跟 mechanical tension 啊，叫机械张力啊，机械还有那个机械压力啊。
那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这个机械张力、机械压力啊？因为我们还有心理上的压力跟张力啊，那它要做一个区分，让你知道。那为什么这个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呢？因为你如果直接劈头就去找秃头啊，机械张力、机械压力，你找不出所以然。但是你可以去找其他的文献啊，牙医相关的就有这个东西啊。再来骨头那个骨关节发炎相关的文献有那个 mechanical stress 造成这个 TGF beta 1，再就是你的内脏器官mechanical stress、mechanical tension causes TGF beta 1所以说这个完全没有用的人其实他怎么敢这么斩钉截铁的跟你讲？其实他们也就那这就是我们的路径所以就是按摩方面的路径就是如此那么有些女生为什么成效会特别的好？因为女生的路径比男生多一条，就是这个 DHT 跟 androgenetic receptor 两个相结合之后，它产生这 TGF beta 1去攻击你的毛囊这确实也是一条路径嘛。那男生这一段单纯按摩的话，你可以阻断到 mechanical stress 跟 tension 那一段，但是这边你阻断不掉。但女生是有机会的因为你按摩的时候会非常的愉悦，非常的放松 relax 开心，对不对当你很开心，压力被释放的时候，这个女生的那个雌激素里面有个叫黄体素也有叫黄体酮，它就变棒棒的。这个东西呢，它会去压雄激素所以女生的雄性秃还真的可以靠压力去把它释放掉。所以呢，你说女生的雄性秃，所以其实压力型掉发跟这个雄性秃，你要说两个真的一点相关都没有其实这个对这个你会发现这个有待商榷，对不对？至少对女生来说如此。对，女生的雄性秃是可以透过压力释放，然后把那个雌激素恢复正常这是个有办法调理回来的对这个这个我再讲下去又要引来更多的炮轰了，对不对我就点到为止好，那我在讲微针之前呢，我要来一段工商我的睡觉诀窍而且这个跟秃头没什么太大的关系，那就是我都使用 Emma 床垫。从4月下旬的时候改用德国 Emma 的床垫，换 Emma 全套之后的第一个月，也就是5月，相比起4月份，其实在图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个时候软体给出的睡眠分数也只差了1分，深层睡眠则是增加了6分钟，快速动眼期增加了8分钟。时间来到了7月底，这个时候我的平均深层睡眠时间从4月份的1小时又10分钟，逐步提高到了7月份的1小时34分钟，前后增加了整整24分钟的深层睡眠。与此同时，月平均的清醒时间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4、5月的时候都是1小时有3分钟的清醒时间，而6月则是57分钟，7月45分钟，前后相比减少了18分钟的夜醒时分。这个时候，如果我再把深度睡眠跟清醒时间的曲线拉出来做比对，还会发现呈现出一个此消彼长的趋势。深度睡眠的时间增加，清醒的时间就减少两个之间呈现一个反向关系。那换句话说我在换床垫的这3个多月期间，我的清醒时间大部分都被挪到深层睡眠上去了。而软体最后在6月、7月给出的分数是80分、82分。相比起一开始的76分，已经增加了6分。月中睡眠品质普遍下降的现象，虽然在6、7月依旧存在，但是波动相比起4、5月明显的收敛缩小了。那我认为这是得益于德国 Emma 石墨烯床垫的温度调节系统，让我在冷天的时候可以获得温暖，热天的时候可以获得凉爽，睡眠品质不再暴起暴跌。那这个时候会有些人就想问这有没有可能是季节现象，对不对？搞不好我6、7月的时候就是会睡得比较好，4、5月的时候就是会睡得比较差。那我这个去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带这个 Fitbit，当时这只还没有坏现在坏掉，所以我才带 Google。当时的睡眠记录我去把它挖出来，是4月、5月、6月、7月，分别是73、74、73、73这边也秀给大家看。所以这不是季节造成的，而且
我就是用了这张新床之后，睡出了史无前例的高分啊，80分跟82分啊，而且还一个月比一个月高，那就是用它。那这个不得不说啊，这个德意志的精神就是好啊，睡起来啊，这跟什么一样？跟德意志坦克一样稳啊。那它有什么？它有这个高压减弹、高弹减压记忆棉，怎么样？贴靠背，直排独立筒，直排独立筒，怎么样？你的另一半要烦恼，烦恼什么？烦恼它的吸引力可能不够啊！你躺在床上，你另一半在那边翻动，在搔首弄姿，你怎么样？你不为所动，不为所动，为什么？因为你徜徉在德意志坦克、德意志床垫之中。Just as simple, just as simple。那我这边再讲一个小心得啊，因为他们原厂的那个床单啊、床套啊，还有那个枕头套啊，其实是白色的。然后我一开始用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怕脏啊，然后就有点不太想用。但是我那样第一个月一开始看睡起来就感觉好像差距不是很明显啊，感觉没什么太大的效果啊。所以我的建议是说，至少要用一个比较透气的床单、床套啊，才不会说你买了一个好的床垫，结果一个床单跟床套啊毁在那边，睡不出一个效果啊，那就很可惜啊。那么最后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床垫啦，看看它这么多层啊，跟个海绵蛋糕一样，多可爱。那么的这个床垫呢，也是，你看，好多层哈，也是好多层哈，跟海绵蛋糕一样，非常可爱。那么影片的下方有购买的专属链接，或者输入购买的优惠码 MDJJ10，还可以享受到额外的9折折上折哈，还有 SGS 甲醛通过测试，100天试睡不满意全退，10年保固，全台免运到付。好，那我接下来要讲微针啊。你之前有看过的人都会看到我拿一个工具在我头上这样敲，然后往头上敲出一个洞，然后有些人会用梅花针代替。不管你使用哪一种针，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发现这样的一个做法跟中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今天以比较偏现代的一个说法来解释这件事情嘛。我们刚刚讲有 TGF-β1，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的头上，我们雄性秃，而且已经进展到一定程度的人，单是按摩是不太够用为什么呢？因为表示我们上面已经开始纤维化。那纤维化就相当于我们的头上长个鸡眼长茧在头上，在那个组织里面，它已经形成了。那你不管怎么按，你很难去把它解决掉嘛，它就一直在那里啊。那你想一下，头上有一块硬块。你的内部里面有一个硬块，你不一定摸得到它，但是里面有个硬块在的时候，它就会无时无刻的一直去创造出 mechanical stress 跟 mechanical tension。这件事情是不会被逆转的所以你怎么吃药？你说所以大部分人就是一直吃，然后吃到年纪到了去植发，或者是年纪到了你可以接受就不管它了。那我们微针做事情厉害就在这里这是第一点我等一下还有第二个第一个事情就是他直接去把那个纤维化戳爆他直接把它戳烂，然后戳出来之后呢，再新的去修复它，去重新修复它。那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那个有些人身上对不对？比如说长过痘痘，有一个硬块在那边，然后你去雷射把它打掉，重来这其实也是从那个女生美妆那边获得的启发，就是很多女生不打雷射，是用微针去把那个没有那么深层的那种硬块去把它戳到那个疤就不见了。这个是从女生那边获得的启发。好，接下来另外一个更细的、有趣的路径来讲给大家听TGF-β 不是只有我们讲 TGF-β1 造成纤维化，对不对？它其实是一个家族，一个 family， 它有1、2、3，三个东西。TGF-β1 造成纤维化。它是你伤口，就是当你身上有一个伤口的时候呢 ，TGF-β 家族就会轮番上阵。帮你快速修复，但是会硬的，会硬块。2，帮你长肉，
帮你长出肉出来。那3呢？3帮你修复，变得很平整，变得很光滑。那我们举例来说啊，你身上破一个伤口，好，今天比如说你卡在第2关，你没有进到第3关，会怎么样？就会长出一块肉啊。有些人受过伤之后就一块肉在那里，对不对？一个肉瘤，也不是肉瘤啦，就是一块肉在那边，就是有疤痕，因为他没有进到 TGF-β3。好，那如果卡在第1道呢，就肉球也不会有，但是呢，就一块硬块在那里啊。有些人可能也有受过伤，有过这种经验。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微针啊？如果我们头上的这个纤维的话，它造成的原因是透过 mechanical stress， 它没有一个真正的伤口，它直接是凭空就爆出一个 TGF-β1，但它没有伤口，所以它不会往下走。TGF-β2跟 TGF-β3都不会介入啊，这个时候它就是不断的纤维化，不断的纤维化，满满的 TGF-β1在那里。但是我们强行去把它戳出一个洞出来啊，除了我们试着把纤维化戳爆以外，我们是不是创造出了一个微创伤口？那当这个伤口，这个是 real 伤口，真正的伤口 ，TGF-β2、3就会介入。所以呢，我们是强行让他把这个周期走完，让他这个家族大团圆。家族大团圆 ，Come on， 今天清明节，家族大团圆。就是做法就是这个样子。我其实个人很喜欢中医的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频道里面其实也蛮多人就在说，为什么不看中医呢？为什么不看中医呢？其实就是这个年代大家好像呢不太喜欢、不太信任中医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用中医的观点来说，你就是气通了。那这个气是什么呢？就是讯号。我的理解啊 ，TGF-β 1、2、3，一个信号一个往下走。那你通的时候 ，TGF-β 1、2、3它会走完一整个 cycle， 一整个周期。那你如果没有让它通的话，它就卡在那里啊，气节卡在这个 TGF-β1。那我们微针的目的就是把它1、2、3，把它打通，这就是我的目的。好，那以上就是我的一个理论。那我是主要希望啊，可以通过这个解释一下我的看法跟见解。同样是在头皮按摩或者是微针的人，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啊，自己在做评估啊，自己在哪一个环节的有没有做错，或者是有没有正在踏在正确的道路上，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参考依据吧。然后这一个过程呢，其实是比较漫长真的是比起吃药是比较漫长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做法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持久。然后也不会有什么额外的担忧，如果能够做得起来的话了。那我们刚刚知道的这个 mechanical stress 跟 tension 之后呢，其实你们就要发现啊，所以我们这个按摩真的是舒服最重要。你们不要看我好像这样子，你好像觉得我弄得很大力，也不是啊，是因为我头非常非常的软啊，我现在的头上是非常非常软的。那你如果用到，就是很多男生会按得太暴力了，然后就把它整个拉扯啊。觉得一定要梦想可以像那个未来日本，以前我也忘记他的名字了，不好意思啊，就是像那个未来日本那个秃头大师，还有我一样啊，觉得你的头一定要可以这样子，不是，但你现在的头是粘得非常紧，那你如果强行去这样子弄的话，那也是另外一种 mechanical tension 啊，就是用力过猛的。你希望的是把它释放出来啊，而不是制造了一个更大、更剧烈的机械张力跟机械压力。那这样的话，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啊，这是一件要注意的事情。好，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然后祝福大家生发顺利，再见。